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上的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发表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中经院国际经济所的副组长江太进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叶建中老师。主持人、观众大家好。还有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我们先带您来看的就是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特别是川普，他向全球发动了关税战。那现在呢，还在余波荡漾啊。其中，日韩跟美方谈完之后呢，也都纷纷决定要加码投资，包括日本要投资5500亿美元，韩国是3500亿美元。那韩国在今年7月总算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最新的消息是，川普向外界强调，他说韩国要付的这笔钱其实是预付的。要预付这笔庞大的投资金额，但韩国总统的政策顾问叫金永范啊，他说，南韩总统李在明是希望谈判能够基于商业理性推展，并且朝韩美两国的利益一致的方向来迈进。另外呢，根据不具名的韩国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说，川普这番最新的言论跟韩国对于韩美贸易协议的理解，这是重点，有出入。那么，首尔西江大学一位教授金荣正，他更是说呢，如果没有无上限美元流动性保证的话，那么这笔韩国说要出的3500亿美元，听起来根本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是不可能的。聂教授，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讲说，特别是预付这样的概念啊，就要投资3500亿，还有预付款这件事情，在国际上面有潜力吗？我据我所知是没有了哈。不过我觉得很奇怪，所谓的国际投资，到底现在是国家是要去真正投资它，还是它被要挟过去投资的？我这样讲，投资就属于主动、被动。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的钱可能赚的钱放在中央银行，因为有两种，一种是放在中央银行，但这个钱呢，你放在那边保本。我们从投资的角度说，这样是不对的。我们新国家理财官应该要拿出一笔钱来主动出击，叫新国家理财官，就是我们财务管理，钱不要放银行嘛，就拿出来做投资。那现在做 diversify 这国际投资很应该，尤其国家应该帮人民赚更多的钱，国际投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不过现在这个氛围绝对不是这样，是美国这次丢出关税也好，或者任何形式，他就是把全球当作他的提款机，他向全球要钱。那美其名叫做你来投资我，投美赔款嘛，就你把钱拿过来投。这个投资不叫真正国际投资，这是完全被动受控于川普的投资。所以你不管拿预付款啊、保护费啊这些东西听听就好了，也就是川普想拿钱嘛。但是，美国说我要拿你的钱，对，可是你也要你拿得出来才行啊。对，这钱从哪里来？对，好，那钱哪里来？我先跟你讲，就先讲一下国际投资，把它讲完。就你国际投资，你要有一定的 return 嘛，对不对？你没有 return， 这怎么叫投资？投资是为了 make more future， 你这样子赚更多的钱嘛。那主权基金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就是帮国家赚钱。好，现在来了，我们之前在台湾也谈过主权基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主权基金5大考量。第一个呢，当告诉他的动机目的，你到底要不要做，为什么要做？第二个就来源规模。每个国家方 size 不一样，你挪威基金、这个新加坡、淡马基金都不一样。台湾到底有没有需要？尤其当时在2007年看到我们的对岸中投基金拿着它的外汇存底2兆之后的2000亿1/10哦，是来做的时候，台湾就说拿外汇存底出来，错，台湾没有那么多他们是几兆，我们只有那时候4000多亿。拿出来，台湾就可能没办法保本，因此只能用孳息。你说钱怎么来？那这个钱你是说什么钱？是主权基金钱，还是国际投资的钱，还是国家要应付某些危难的钱？这个要分清楚哦。我只能讲说，以我专讲，我曾经分析过、研究过主权基金，它的钱我用了非常多。那台湾的钱的来源非常多啊，你可以是外汇存底，我刚刚讲的，你也可以是政府的资产，可以是民间资金，可以是信托基金，甚至是这个国发基金。国发基金很重要了。当然也可以公股市股，也可以民间发债，对，甚至另法编列预算，这都可以啊。还有一个叫4大基金嘛，是人民的钱，对不对？你只要能赚钱，这 why not？ 4大基金也都在投资啊。所以你说钱怎么来？多元化。不过我最后讲，它有主要的啦。如果是主权基金是单独立法，你可能不管你可以用发债入股的方式，或者拿4大基金的部分，还有外汇的孳息，你不可能拿外存底全量，外孳息。以及也就是甚至国发基金拿部分，因为国发基金也是有时候除了要推动国家经济建设，也是为了要赚钱嘛。对，所以这些都是来源主要是你要怎么样去定它的这个 portfolio 这个钱的来源，因为你赚的钱还是要大家分红的，所以这个有点复杂，对。所以当川普说了这番话以后，韩国非常的紧张哈，因为他
想来想去，就主权基金以外，他怎么样去筹这些钱呢？那现在哈，这个包括韩国，还有我们刚刚提到日本啊，其实日韩都表示他们会依据美方的计划来进行投资。但是也强调，绝对不是我们提到的预付啊，这个预付，而且那金额真的很高总共加起来，美国要日韩，刚刚讲说5500亿，再加上3500亿，总共是9000亿美元的资金啊。那么日本呢是5500亿，好，那特别呢在先前也有一个投资案的合作备忘录，但是当中并没有提到就是这种字样预先支付。这4个字。那另外呢，《纽约时报》则报道说呢，美日双方有签了一个 MOU。明确是有确定说呢，55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这个是重点，是川普决定投资哪些项目，并不是日本官员来决定。如果日本有违背川普的这个意愿的话呢，川普就有权提高关税。好，问题来了哈，如果日本真是不从，那结果呢遭到了关税的报复。江老师，您推演一下会有出现哪些情境？从川普4月开始在谈关税之后，几乎大家每天每个礼拜都在谈川普的下一步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发觉说，在这几个月，感觉川普就像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嘛，哈。那也许他今天说了什么，明天又改了什么。那现在甚至最新，川普想要收现金，不想要投资，还有川普想要对半导体是产品里面的有多少个半导体的元件来去做课税。那说实在，下一步川普要做什么，其实很难去做预测。那以日本来说的话，日本最大出口到美国的最大宗的商品其实是汽车，大概占了30几%哦。那再来是钢铁跟机械类，那再来是半导体相关的零组件啊，以及就是农林水产相关的一些产品哦。汽车其实说实在的，不只是课税的问题，那它美国本土内的销量，它其实也是在下滑的。那从今年的4月到今年的6月，扣除掉一些季节上的一些其他的杂讯之外，基本上它是少了200万辆左右的这样子的订单的量哈。那再来就是农林水产品的话，那一部分呢，清酒。还有一些日料店，那目前来说的话，是由美国当地的这些相关的产业自行吸收。那所以说，今天我课了税之后，是好到了美国政府呢，还是痛苦到了美国的民众？这个很难讲。那日本的话，从川普上任之前，那当时的首相石破茂就飞到美国去承诺说，要给美国大概5000亿的投资，然后一起去开发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等等的这些措施之下呢，那却拿到了这样子的关税的结果。目前日本政府是透过经济产业省来去提出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解方啦，来暂时去缓解关税的压力。那包含说是可能是成本转嫁，那再来就是说他们有弄了很多类似我们的补助型的计划，还有辅导窗口等等哦。那还有一部分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比如说增加自己的产品的附加价值，还有希望把一些过去在日本做的东西，把它挪到海外去，就有点类似像以前过去的台湾 Plus One 的这种感觉。那再来就是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那还有再来就是去希望能够转变一些现有的商业模式。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你看，包括像日本也好，南韩也好，尤其是南韩现在讲说，他们特别强调是川普总统你现在所讲的跟我们所理解的是有落差的啊。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厘清这个落差，但是厘清的时间点在哪呢？恐怕就是 APEC 啊。这个韩联社也报道说呢，因为韩美谈判在进行中，所以呢，川普预定在下个月APEC 峰会要到南韩去，双方预估在当时呢，这个应该会都希望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 APEC 有可能变成这个谈判的一个分水岭哈。南韩政府内部也评估说，如果原封不动的接受美方的要求，可能会造成南韩外汇市场的混乱，并且对南韩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所以他们也这个吃了秤砣铁了心说在不排除谈判破裂的可能性之下，以背水一战的姿态来跟美方川普展开协商。这个不排除背水一战剧本会怎么演呢？大师，
剧本就耍赖啊，然后呢玩硬的啊。说你听错了啊？说我听错你的意思了。没有啊，就是你基本上就是说，要看你的对手让不让你玩花样，就是让不让给不给你谈判空间。他们对手是川普，对呀，川普基本上，我觉得他认定的日本跟韩国都是属于乌克兰那一类的。你不要逼他，你不要他逼他的时候坐在那边，他就跟全世界讲说你没有牌。你跟我打牌的话，你没有牌。那除非你要重大牺牲，那你韩国、日本就是死抱美国的这么多年，他连他的那个头脑他都转不过来。mindset 已经既定了。他在 mindset， 你也不是，你亚洲也没有多大的团结力量。人家乌克兰，人家欧洲还有一个力量要挺乌克兰，你亚洲，你日本，你没有了美国，谁挺你啊？对，中国大陆也不挺你啊，俄罗斯也闹翻啦。东协的国家在20次大战被他凶得也那么凶，他们想要去找东协，东协也帮不了他。那没有后援嘛。韩国更惨啊，那韩国经济体没有，所以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川普有没有战法？川普有战法，商场老将怎么没有战法？我觉得吃定了韩国。没有，他第一个就是说你有罪，你认不认罪？哦，认罪，我对不起啊，皇上我有罪，为什么？因为我过去赚你太多钱了。我都对你有不同，我们都是占你们便宜的国家，对不对？你有罪。第二个就是说，那你就是你要给钱，对不对？好，要给好。第二，你承认了。第三个，给多少？你也认了啊。日本是5500亿，韩国3500，他认了没有？他认了啊。接下来呢，就是说怎么给，多短时间给完？我认为他们最多3年时间。因为川普还有3年，你3年你跑不掉的。川普天天就跟抽税鬼一样，你那5500亿，你就要给完，就跟国税局一样。而且账现在就要怎么给？因为川普现在，我觉得他们在谈的时候啊，打谈，他也学到从中国大陆学到一招，就叫谈出一个架构。架构就是说原则谈了，那内部的细节慢慢谈，那就。韩国跟日本认为说我找着争取时间，我以时间换取空间。我刚刚就老美来讲，川普来讲，就是说，你这个认了，我就下一招出来。所以他从来都在变，从来都在出新招。日本人很聪明，说我们的5500亿，我说穿了就是什么？就是融资和融资保证，就说你们要设厂，你跟我来借钱，我还可以赚钱嘞。日本的那个。谈判代表不是跟日本国内说，这个我们赚到，我们可以赚钱哦。结果现在日本人敢不敢讲话？没有了。然后呢，跟美国谈了那么久的这些人，包括石破茂，对不起，我下台了。你们高市早苗或者说小泉这个次郎你们自己再去谈吧。你还有3年时间，你就跟川普。那韩国更惨啊。韩国现在就基本上，我算了一下，韩国在2024年这个5月的时候，它的外汇存底一共是4132.5亿美元，里面美金的资产是3686.7亿。那美国算得很准啊，3500亿啊。那很简单啊，你先付钱啊，要不然我觉得美国人就说，那你全部换成什么？你全部换成100年无息债。对。然后呢？你去成立什么主权基金都没有用，反正这个钱你就吃定了。然后一步一步的怎么讲？这就叫什么肉一块一块的切，一块一块切到这里。韩国什么背水一战，它3面环水，对不对？它一面还有山，它山也过不去，所以韩国是没招。你以为韩国没辙？对，我跟你讲都是城下之盟，最后你就认。要不然你就基本上，那你找到换一个新靠山，你韩国转得过来吗？所以现在韩国也只能喊出说我们不惜背水一战但是像刚才聂老师有点到一个重点就是你任何的投资都必须看投报率，就是 ROI 的问题可是现在变得感觉像这种代操的概念我钱是我韩国的，但是呢操作投资什么项目是川普来决定是美国来决定，没办法主动这是非常符合这个川普 MAGA 的一个理念。但其实，在 MAGA 这一环当中呢，也看到 Intel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呢 ，Intel 最近跟台积电开始在接触商讨什么呢？投资、生产或合伙相关的事宜。
那么 Intel 呢，最近在找这个大客户，而且非常的积极。好，我们拉出一个时间序列哈，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8月份呢，取得了软银挹注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川普呢，在8月11在白宫跟这个 Intel 的 CEO 执行长陈立武会面，特别又对于陈立武呢表示高度的赞赏哈。先前不是还把他批的这一无是处吗？但是后来表达对他的赞赏。上个礼拜呢，AI 晶片的这个辉达就是他们宣布呢对 Intel 投资50亿美元入股，那么大概是有4%的股权。好，我们要问的是陈立武因为他是财经底的，他是这个做财务投资啊，他包括并购都很厉害的哈。那另外呢，台积电就是现在的魏哲家董事长呢，他是电机工程博士，所以一个是财务底，一个是技术底。我想问一下聂老师哈。因为现在大家也在看一个问题，这个财务底的陈立武，他到底找台积电，那跟台积电要合作，他的思维架构怎么看？我觉得财务底、技术底其实是相通的，你懂技术也要懂财务，懂财务也要懂技术，只是你偏哪一块。基本上魏哲家，基本上我把它叫做 academic， 他是学者派。他从耶鲁大学电机毕业以后，他的确有技术，但是他不懂财务，也没办法运作。他必须了解产业的深度。那另外一个叫 practitioner， 就是实践者，就是实务家。那这个人呢，讲不好听是财务底的，他非常厉害。我这样讲好了，这个马来西亚人的华人，他在新加坡长大，他受的教育，他现在刚好65岁走到高龄化的步骤。但我要讲的是，他的路程也非常清楚。他 MIT 当时读的是核工，后来发觉当时的核工已经没有好的未来以后。他就走进去读 MBA， 专门就是走财务这一块。结果呢，他主要就是美国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叫矽谷，人只要到矽谷，你只要够 smart， 你就可以怎么样呢？看到一些别人的技术，你要懂技术啊，人家新创技术，人家可投的地方。我跟你讲，这种人我身边非常多，因为我们现在教财务，我以前有点技术，我是工学院转过来的。现在一个重点就是我的学弟也是 MIT， 跟他性质很像，现在在美国教书，那我们常联络。我跟你讲，这些人他都会到矽谷里面去变成做连续创业家，然后去开了公司再卖。这些人都会有相同的特色，这些人很会搞钱，会弄钱。我跟你讲，这些人讲不好听，你讲 VC。我们讲在教学生讲你要进入比较前端搞到投资银行的，你就是比较属于的财务的前卫，你就有办法知道资本市场怎么运作，真的搞到钱、拿到钱，甚至赚到钱。我先讲一下魏哲家，我们讲说他今天怎么会被人家那么肯定，说穿了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的在财务甚至实践到他成功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历史很重要，尤其要有成功的经验、成功的历史。说不好听一点，他在募资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是要有眼光的，他的眼光看准之后，他的几个大投资都赚到钱。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叫 Walden 这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很重要的创始人。我只要是创投界都知道了。今天只要 Walden 去投了你这个新创，其他都跟进了。就像在台湾，我要扶持的一些年轻人说，来，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大咖进来，其他钱就会进来。第一个找国家行政院国家开发基金，只要他天使轮基金或怎么样进去，你就会成功。他就是那个叫 Walden 的 International 创始人，而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是人家的所谓的 Walden 的这个 fund 也就是基金的合伙人。你要知道，当他走到这个创投的时候，他多少的成功的创投的投到好的新创案子。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当然，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火候之后 ，Intel 他是今年2025年3月10号，他接了 CEO 这个位置。各位知道美国现在要制造业回流，他发现有3大问题：第一，没有人才；第二，没有技术，没有基础建设。但最想要就是高阶的晶片这种的制程，但他发现有基础建设，就是 Intel。各位想想，上世纪最厉害的哪一家 CPU 属于谁？全部上面就写着 Intel 5个字。现在那么差了，对不对？但他基础建设在，所以川普一定要想办法把所有东西都灌进去。所以你要搞软银搞了20亿，找辉达搞50亿，他还要找台积电，也希望台积电投他，因为他现在要突然去训练人才，突然去弄技术，突然弄其他的基础设施，没有办法。没有关系，他扶不起，对不对？找几个大人物把他带起来就可以了。其实英特尔他不是扶不起，是也就是他只是没有在后面太自信，没有追上而已。这就是美国现在要做的。那最后讲的就是陈立武，就是因为他成功的过去的经验，让川普也看到了，所以 CEO 也是看到这一点。我觉得，当然美国现在在运作这一块了，是不是一定能成功，我们还要等着看。好，那提到了这个相关的半导体代工呢，其实有一张图表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呢，在晶圆代工的部分。真的是全球高度的分工化。比如说呢，晶圆代工呢，当然7成5是中华民国台湾啊，尤其是台积电为主。
那当然也因此呢，台积电被称为是护国神山哈。中国大陆在晶圆代工呢占的比率大概是1%左右，美国更是少哈，只有2%左右。那包括 IC 设计，包括晶圆代工，包括还有像是市场材料等等，还有封装测试啊。封装测试其实台湾也是相对来说比例算是比较高的。好，那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啊。全球行销长以及台湾区的总裁叫曹世伦，日前呢，他就在这个经济部产业技术司还有中经院共同举办的2025台日科技高峰论坛上，他指出，他特别就点到这个重点，他说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会突破1兆美元，甚至在2040年渴望达到2兆美元。但他特别强调是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必须透过全球协作。大家都得合作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这真的是点出了一个重点。江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我们刚刚所提到，像是晶圆代工，你就可以看到，这只是晶圆代工的部分。另外，像是封测也好，像是我们都知道，比如材料是以日本为主啊，那 ASML 就是他们是光刻机，所以全球半导体的分工现况，告诉我们一下。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整个产业链，我们从最上游来看的话，要先从 IC 设计嘛。那最主要 IC 设计的话，还是以美国为主。那有 IC 设计就有 IC 设计工具，那这全部也是基本上都是在美国人的手上。那在 IC 设计，大概美国占比有71%。那其实大家可能会忽略那个苹果公司，它也是 IC 设计公司。AMD 它也是 IC 设计。博通、NVIDIA、高通，它都是 IC 设计公司。那再来就是韩国，在 IC 设计，它其实也占了3%左右哦。然后再来就是下一步就是做到制作，制作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台积电，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大概占了75%左右，很大一部分是靠台积电、联电等等在做哦。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是中国，其实在晶圆制造的部分其实也开始在迎头赶上了。那主要的话还是着重于在成熟的制程。那再来做完之后，要到后面的封装跟测试。那最主要的话，台湾占了50%。那以日月光为主啊。那美国当然也有，那中国也是迎头赶上，大概是在第2名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设备，那设备最主要的话是以美国、荷兰跟日本为主哦。那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台湾的形势大好，其实台湾在整个半导体的设备的占比大概只有1% 左右，所以我觉得在政府在投入预算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我觉得往设备来去做补助，我觉得会对台湾的市场会有非常大的带动很大的一个作用哦。那目前来说，政府很大一部分是把预算是投入在 IC 设计里面哦。那包含精创计划，它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补助 IC 设计。那再回到刚刚提到的说，2030年之后呢，那其实有预估整个半导体市场规模大概1兆美元哦。那主要是什么在赚钱？伺服器、资料中心跟存储啊，大概占了3400亿美元的这个样子的规模。那提到说，刚刚有讲到Intel， 那 Intel 跟拿了这么多投资之后呢，它会不会去威胁到台积电？这也要看说到底，要卖给谁？那卖的时候它成本贵不贵？回归到市场机制，那台积电做出来就是良率高又便宜，相较于其他比如说三星或者是刚刚讲的 Intel 或者是华为，那我觉得到最后还是以市场面为主。OK， 其实这让我想到，因为刚刚肖老师的分析上面让我就想到说，之前我们常常谈到所谓的全球化哈，全球化就是高度的分工哈，大家各自有强项。那刚刚透过图表我们也看到，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强项，特别是在半导体的产业当中，不可能所有人就是一条龙全包了。可是现在看到，就是您刚才也特别提到，晶片设计的部分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那制造的部分当然台湾不用说，还有就是特别中国大陆的制造确实这几年让大家不容小觑的，因为它的制造能力实在非常的强。所以老师您的理解是哈，未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比重这样的一个分工的部分，因为全球化已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在
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也不断在加强它在晶片设计这块的能力，而在美国这边呢，不断去提升它要制造的能力。可是它没有办法提升它制造能力的时候，只能拉，包括像台湾在内，包括像日本在内，它这个版图会如何的变化？你觉得？其实说穿了，刚刚有提到说，到底是谁去买它？那主要的话，台湾很多，因为不是说很多，几乎都是做代工。那代工的话，你要看到你的原厂是谁。比如说苹果，它要求你所有苹果很多说，它要求你的安规，它要求你在哪里代工，它要求你用什么样的制程。主要其实大家回想一下，很多公司都还是美国品牌，包含辉达。所以美国今天品牌商要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因为台湾说穿了，它只是代工。刚一直不断的提到，那每个国家它都有它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比如说美国，它有喊出2030，希望先进制程能够占全球占比大概30%，实际数字有点忘记。那要怎么样达成？这其实才是我们该反思的。那再来，马来西亚它希望它的封装能够占比在2030，也是2030，很奇怪。能够占比到全球的30%，那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台湾很多的厂商就往这2个地方去做靠拢。那第一个当然是政策支持，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什么？我的组装厂在哪里？我的制造厂在哪里？因为说实在的，半导体不是单一厂商能够存在的，它需要完整的产业链。那包含其实美国SEMI 其实有调查说，在2024到2028。中间全球会增加80座晶圆厂，那主要65座还是集中在亚洲。那所以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看我最后要在哪里做，最后卖给谁。OK， 所以也要看你的买家是什么哈。您刚刚特别提到的辉达哈，有一张图表，来这边给大家做个参考。最近看到说，包括辉达，还有呢 OpenAI 跟甲骨文啊，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联盟 ONO 联盟啊。那也有一些分析是看到说。确实蛮高招的，为什么呢？因为是 NVIDIA 辉达投资 OpenAI， 那要建立的是大规模的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呢 ，OpenAI 呢向甲骨文来买他们的超级算力，那甲骨文呢再向辉达买他们超强的 GPU。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 triangle， 这样的一个三角的循环啊。正好就是不断去做大他们，特别是在 AI， 特别是半导体也好，还有未来 AI 的运算能力哈。那《纽约时报》也分析哈，特别提到了半导体，他说这些半导体大厂的加入，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帮助 Intel 转亏为盈，但是这很可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其他的企业加大对 Intel 的投资。言下之意就是说，很多钱就会进到了 Intel， 好，包括呢那些试图赢得川普青睐的大公司啊。所以大使，您觉得就这些大厂的投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是投资 Intel， 投资陈立武，顺便也投资 MAGA 的川普吗？其实这样子啊，哈，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啊，对不对？到底是投资 Intel 还是投资陈立武还是投资川普？我的答案就是投资川普。OK， 非常清楚啊，因为你刚刚讲的 ONO， 我最近看一个朋友也在谈这个问题啊，他三者都互利啊，三者的股票这个案子一出来以后，三者哈，对，股票都上扬嘛，对不对？那叫相互投资嘛，所以呢，不过这个对 Intel 这个厂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一个投资，它的本身的商业性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认为是比较弱的，因为。这件事情，川普是非常关注的。陈立武曾经被川普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里面指明说他要赶快下台，根本对他还认识不是很清楚，就要叫他下台。那然后呢，从拜登开始到川普，都要求很多人去 Intel 投资。美国什么时候管到这么多了？美国是一个纯社会、纯资本主义的一个政经体制啊，跟美国政府多次。要人家去投资，我们台积电被传言多少次要去投资，对不对？去投资 Intel，原因是什么？无论就是要救这间公司啊，对不对？在商业竞争里面，你不行了，你就垮掉就好了。可是美国的可能政治人物认为这个 Intel 不能让它垮，那不能让它垮的话，就要别人去投资。我们台积电什么都被点名了，很多公司甚至韩国厂也被点名了，就要去救 Intel。
那最后叫这个谁去投？NVIDIA 去投资它，对不对？现在又讲这个还有别的公司也要大家都要去投资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NVIDIA 跟 Intel 是竞争者啊。Intel 为什么现在落入今天的境地？它也在做 GPU 啊，它是 CPU 起家没有错，可是它也做 GPU， 它产品卖不过 NVIDIA 啊。它跟 NVIDIA 是在一个怎么讲竞争的关系？那为什么要让他拿40亿、拿50亿去投资它？我说穿了，我从政治角度来解释好了。第一个啦 ，Intel 是美国的亲生小孩，这个是亲生的。然后 NVIDIA 呢是移民的小孩，是移民的小孩。那我们台积电是什么？是外国人的小孩。连小孩都不是，就是个外国人。对，那川普这些人基本上民族主义观点是很重的 ，Made in US 还一定要 Made by US Company。Intel 是美国这方面的招牌，所以他们在出手救这间公司，而且是政客叫别人的投资人去拿钱救这间公司，救不救得起来不知道，可是他就是要救。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一步战略大棋的相关布局，无非就是在为后来的做准备。什么样的后来呢？就是 AI 的大算力。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其实中国大陆早就清楚这一点，也在做相关的准备。马上回来。